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子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调亮调出发束感的效果。想要知道有哪些重点吗？那我们就开始喽。说到发束感啊，第一个就是调亮了。但这个地方有非常多人都会有误解，以为说只要调亮打薄了就会有发束感，那这只会对一半而已。我们只会针对发量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你用你的手指从发根摸出来，你觉得哪一些量真的比较多，你就用打薄刀稍微调一下量就好了。但千万不要整个头打到非常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针对发中段裁出发束的效果。那一般来讲，滑剪刀呢的中段这个地方呢是能够裁掉头发的。那一般的滑剪刀滑下去的时候，它也会剪断头发。但是有一些厂商，例如说像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Green Mouse 的 Roca， 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当你滑下去的时候，上面这个地方是让你剪不掉头发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用这个 Roca 的这一把滑剪刀，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发束感的效果更为明显。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整头全部滑完之后呢，因为我们的发尾的切割都是平剪切割或者是点剪切割，它都是平的。那有时候在视觉上来说没有那么柔和。我们常常讲的发束感嘛，发中裁完了，发尾这一段，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有那个发束感到发尾还是很柔和的效果。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从发中一路滑到发尾，因为这样做出来，就像我之前说的，毛躁感会增加。这时候你可以将我们的整个一束一束感觉的这个尾段拿出来，前跟后都滑一下，那这样最后收尾的效果就会更明显啦。那怎么做呢？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实际操作给大家看喽。那我们就开始喽。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操作的画面。那这是我们之前剪的沙宣的经典包裹，现在的这个样貌表现的是非常英系的效果，就是沙宣经典包裹。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形体其实是可以表现出不同样貌的。那我们等一下呢，会先在底部这个地方，因为我现在用手，就是我现在用手指这样摸起来，感觉呢，里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解的时候讲到这一块，就是凸点以下的这一块到耳后这一块的发量相对来说比较厚。然后呢，我这样摸起来，其实呢这边的发量也稍微比较厚，所以我会针对1、2、3个地方，我会稍微做一下调亮的一个动作。OK， 我们现在拿的呢就是打薄刀。那我现在选用的这个打薄刀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大概在15% 左右，所以呢调出来呢就会非常细致。那我们现在呢就针对这个下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手摸起来也是比较厚的。那这个比较厚呢，我们会用调亮高层次。什么叫调亮高层次呢？就是我们会透过我们的剪刀，让它是离我们的发根比较近，可是下面呢离发根比较远。它有个特殊的效果，就是它可以让头发变得比较服帖。OK， 那我们就来稍微示范一下。我们将我们的头发垂直发片拿出来。1、2、3 ，OK， 稍微调掉一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出通透感就稍微比较好一点啦。1、2、3，非常简单，我就把它调掉了。那因为调亮高层次的关系，它会让我们上面去掉重量会比较多，所以它就会比较服帖一些。多调几个位置。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可以将水平发片拿出来。然后用我们的打薄刀，然后刀在下，锯子在上，然后我们就斜切面调下来。这时候它的刀痕都会在里面，所以调完的头发比较不会那么毛躁，梳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两侧这个地方，表面的发量我觉得比较少，所以我们把它先夹起来，然后里面这个地方我们一样水平的发片拿出来。然后用我们的打薄刀，刀在里面，层次感就比较不会那么明显。然后1、2、3， 1、2、3，各位注意到，表面就完全不会有层次感，因为你的刀痕都在里面。这个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我们要看侧边发量 O 不 OK？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头发呢梳在这个手心上面，这样梳起来。假设我们需要哪里再稍微的比较多的通透感，我们可以稍微调一下量。像这耳朵后方这个地方发量通常都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拿起来再做一次调亮高层次。OK，
可以用手去感受一下调出来的效果。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滑剪了。那滑剪呢，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你在持刀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拇指伸进去，因为你这样的持刀有可能会造成你的手腕会有压力。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就会正常的持刀，然后大拇指不要跑进去，放在我们这个人体工学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只需要针对1、3、5、7这个地方去做滑剪的动作，所以呢，我们就来喽，拿起来。那你会发现，我们的每一撮的这个位置呢，掉出来都是柔和的，那这就是成功的滑剪。你会发现，梳起来它不会一大撮弹出来。那如果弹出来，就代表你下刀下得太用力了。那我们再下一层。好，滑剪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在滑的过程当中呢，剪刀跟我们的头发是形成平行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合刀下去，合刀下去，合刀下去。OK。我们就每一个发片拿出来，就针对1、3、5、7这个地方去做下刀的动作。那我们下刀的位置都在发中段的位置，这样剪下去之后呢，只有这个下刀的这个地方是有切割的，其他就不会有切割。那这样剪出来效果呢，毛躁度相对来说就比较低啦。好，接着呢，我们继续从这一侧到这边一层一层，然后我们已经剪到偏上面的位置了，我们一样是剪刀，然后平行我们的头发，然后去做开合的动作。OK， 你会发现这把剪刀最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剪头发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是剪不断头发，所以当你在合刀的时候，只会有一个地方会剪到头发，然后后来就剪不到，所以它就会变成是有发束感的一个效果，比较不容易一次一大撮的头发掉下来，这很重要。OK， 一样，1、2、3、4，所以你看到剪出来的头发都会像这样一束一束的。那我们在调完亮之后，尽可能用宽齿梳一下，看有没有你所想要的线条的感觉。那如果没有，可能你可以用手摸一下，例如说这个地方还稍微厚一点点，就单独在这个地方拿出来，发中段裁掉一些。好，接着呢，我们就到我们的前面啦，一样分线分出来，你可以是一个垂直分线，梳出来之后呢，将头发都梳好。滑剪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头发要先梳好，拿出来之后轻轻拿着，然后滑剪刀从中段1、2、3、4，单纯只有合刀剪出来就是一束一束的。你只要有调过亮，然后滑剪的位置是对的，梳起来，它基本上它就会有一个很柔和的一个抛物线的一个效果了。好，我们再示范一次这个滑剪。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就是都是垂直或是微斜线就可以了，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有方向的问题。我们将这个头发梳出来，可以这样拿着一个垂直发片，然后我们将我们的剪刀平行我们的头发，从中段到根部这个地方，尽可能我们都要发中段。合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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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地方已经开始重叠了，那麻烦就不要再剪了，再梳一次 ，OK， 这样梳一次，拿出来，合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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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样的话，每一个没有被剪到的，它都是发束的一个效果，针对这个发束的前面跟后面进行做滑剪的效果。因为难免在这个发尾这个地方啊，如果你的切割线都比较硬的话，它比较难做出像这样的自然的发束感。最明显的啊，例如说像这样，我们把头发勾起来之后，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我们就直接合刀，然后再从前面，再从后面，各位就会发现，这边就是非常明显一束的感觉。那我们一样可以把这个一束的感觉往后延伸，拿出来，合刀。这个就是点缀而已，就是我们这个一点点的这种效果，可以让我们这个发束的效果
更为明确。然后我们等一下在做造型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虽然是调亮有发束感，可是发尾不会那么硬的感觉。好的，这就是我们造型过后的结果。大家应该会发现到，就是相对来说就轻盈的比较多。比照刚刚那个没有调亮来说的话，这样的发束感相对来说，你就会看到一束一束的。那基本上你在造型的时候，你就按照你原本调好的一束一束的发束进行做不管是喷定型液或者是魔法油都可以，相对来说就会比较自然。那你就会发现说，头发的松度感觉就会跟原本没有调亮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子来说的话，你客人回去整理的时候，效果就相对来说就真的会比较松。那其实我们真的是有遇过非常多客人，他是发量很多，我们剪完这种英系的头发，他回去真的很困扰，因为它很厚很热，所以相对来说，你有调过亮，然后针对发束进行做修剪的话，出来的效果就真的会比较轻松，好不好？我们从调亮到发束到发尾的切割，创造出尖的三角形的形状，这都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重点，就是可以用手轻松的拨一拨，发束感，有没有？到这个地方，发束感相对来说就真的比较明显啊，就是你调完之后是不是一束一束的？当你造型完之后，这种线条感。如果你有喷定型喷雾的话，或者是魔法油，那会更明显。但是没有喷，一样就应该会有这样的效果。这就是有调成功跟没调成功的差别。有没有看到一束一束的？那真的不是用打薄刀打完就会有这种效果，那真的是需要透过你的滑剪切割，还有发尾的这个柔和度的效果，就是那个尖的形状，出来的效果才会这么的明显。好吧，收尾跟大家讲一下，我怕大家刚刚没有看清楚。好了，那我们就换个地方做收尾喽。好的，我相信大家刚刚看完操作之后，对于如何创造出发束感这样的一个技术，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了。知道如何操作是一件事，工具的选择也相对的重要。那我们也帮大家谋了福利，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剪刀都是 Green Mouse 的剪刀，资讯栏有一个连结，点进去之后有非常多的介绍，大家可以回去看。那只要在购买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Science Cut Lab 科学剪发实验室的折扣码，那都有享有9折的优惠啊。如果刚好你也想选用一把好用的滑剪刀或者是打薄刀，我想 Green Mouse 的品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都是来自于日本的原装进口的剪刀。那日本的剪刀就不需要就跟日本的压缩机啊，我想应该是同样的意思。好了，那想要了解更多剪发、烫发、染发的小知识，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想要知道什么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那对于调亮滑剪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开更多相关类型的影片哦。这里是科学剪发实验室，我是魏子渊，我们就下期见喽，拜拜。